我又接到一个复盘的战争学院黄金一。说实话，我最怕的就是黄金复盘。我觉得钻石以下其实需要的不是复盘，钻石以下需要的是兑现思路。你要看我兑现的那些英雄，我去怎么对的，看几把就懂了。但可能是消化不了，就看你打得过，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打得过，消化不了。其实我得看着他的对局，然后找一局我的对局，然后去讲会好一点。3-5的鳄鱼跟1-6的鳄鱼，3-5的鳄鱼打剑姬，点燃 TP 带了；1-6的鳄鱼打剑魔，点燃闪。我刚打完剑魔的，不知道你看完我上完你有没有感悟？剑姬看起吧。首先你对线得有框架，知道吗？比如说你本来点燃 TP， 你面对的主流剑姬应该是征服者剑姬，对不对？征服者剑姬 TP 闪这是最常见的，可能他会带个点燃，然后你就会因为他的点燃去改变思路。他呢是直接是不灭加点燃，不灭加点燃。这么说吧，征服者点燃剑姬一级应该跟鳄鱼打平手，在你操作得当的情况下，应该跟你打平手。他如果带了不灭，对不对？那他一级一定不是你对手，他只能耗你。所以在 all in 方面你是要主动一点的。我们原定的框架你得知道，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原定的框架，我说这些东西你好像就很难去理解。原定的框架你知不知道吗？就是平常我就是点燃 TP， 我那个站位，我那个上线的站位，或者说剑姬戳上来，我的反应，对不对？那些东西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看你对线我就知道你知不知道了。你上线慢了，你如果走，你此时此刻，你如果出现在这里，你可以提前1到2秒钟 A 到小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多很多怒气，知道吗？还有一个，因为剑姬基本上都在这个草里蹲你如果你走位是靠下面的，知道吗？为什么靠下面？因为你要离草里远一点，你这样的话可能会被白摸个骸骨，你甚至还容易空 Q。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反应时间，他 Q 完你骸骨掉了，然后你等你看见他来出来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再交 Q， 基本上他距离已经出去了，知道吧？所以你这个站位应该是在这个点位，知道吧？你提前就应该跟着小兵的最前端，然后远离这个草，是在走这个。如果剑姬会玩，你一定会因此吃一点亏。他剑姬也不会，他这里直接摸一个骨甲的，剑姬也不会。你看你的站位，我现在就问题就出来了。此时此刻你应该站在这里 A 小兵的，你这个位置离小兵很远，发现没有？就是说咱们如果不打起来的话，你 A 不到路。AQ A 兵，你看你平 A 间隔已经刷新了，你攒不到怒。我鳄鱼摆台子摆的是什么台子呢？就是说当我每一下平 A 间隔刷新的时候，我都会 A 到小兵，这样能让我获取最多的怒气，对不对？你跟他第一波接触完之后，你再往后退了你就攒不到怒了。而且我前面是强调过的，他这个符文一级 all in 能力是不如你的，所以你要打的比往常更主动。接着往下看吧，哎，又错了，前面的错不讲，你远离小兵了，这个破绽已经给了，现在你应该 AS 原地不动。为什么？因为这3个小兵会打他，你如果而且他也打不到左边的这个破绽，你如果往回走，他1打到左边的破绽不说，2小兵的仇恨被拉掉了。怎么说？有没有一点发现不对劲？要早点磕。鳄鱼面对所有1级强势英雄，1级一旦掉血直接嗑药，还可以打，其实还可以往下打。你这个 A 红 Q， A 红 Q 打出去没被点燃，就可以接着往下打。Q 快交呀 ，Q 还没好。我建议 B 了，已经打成这样，我建议这药不磕，直接 B， 因为你毕竟是多个 TP 的。然后你摁着头皮嗑药，说实话，你这个血线已经嗑不上来了，接着打还是吃亏。Q 一下，主要是他也有火，你现在摸不到兵，很难受。我不用给你看后面的，你这把问题绝对在1级，我不用给你看后面的，我把你的看完，我再找一把我的素材，我给你说一下就行了。你这里对线已经烂了，游戏结束，我看一下你后续死没死吧，因为你毕竟还有一条 TP。早点交，你一直掉血掉成这样，早点交。你这样死了再踢上来，还不如活着。你这个血线就算不被剑姬杀，你也要被对面打野越的。但对面打野这时间不对，这个刷野路线有问题。
你这个时间点是一定被打野越的，他这个血量在塔下，在正常一点的对局里，就是说你这个血量你就该死，你知道吧？你不能说怪对面打野针对你，你自己对线打臭了你就该死。这个 W 我觉得咬得出去啊，讲讲吧，应该操作上也有东西可以讲。这个 W 我觉得是咬得出去的，他 W 结束的一瞬间，大概就是他能出 Q 的一瞬间，那个时间点你可以咬他的。你看你第一时间没咬，还算是捏 W 的，但是捏 W 说实话，那 W 这就是你 W 的时候，知道吧？你不用等你的平 A 间隔刷新，你就可以 W。你现在在等你的平 A 间隔，所以你 W 出不出去，对不对？你 A 完之后的那一下 W 是可以取消你之前那一下平 A 的后摇的，所以你刚刚 A 完之后直接 W， 你这一口是一定能咬到的。你这个停顿明显是想再 A 一下再 W， 可以理解为贪 A， 以至于 W 不出去。13刀，剑姬状态还很满，还有2瓶饼干，你这个对线只能说是硬着头皮往下打。你把我一席说的那些东西消化掉，你这个分段的剑姬都是送的，你知道吧？说实话，我觉得大师以下的剑姬一级的细节他根本把控不好。即使那些1000场的，他一级的细节也很烂。就是说我把我的台子摆好，基本上没什么人能破，都是上来吃亏的。我再找一把我的素材给你看一下，我是不是像我说的那么多，是不是像我说的那么做的？就可能你看2020年，就可能跟我说的东西有点出入，越近就跟我说的东西越像，因为我的游戏理解它也会随着时间，随着大火的提升而去做一些更新。骨甲都没带，怎么带的符文 ？TP 闪装的要死。TP 闪碰到这版本的点燃剑姬会吃亏的。然后不同版本，就是说我当时可能想的跟现在不一样，我当时可能在想着怎么去刷剑姬的破绽，看一下哈，当时在想着怎么刷他的破绽。但是你们注意我的站位，我离小兵是很近的，知道吗？这跟我此时此刻打的版本不太一样，这是2021年5月份去年的视频。应该找最近的素材看，把他杀了就我这个 AQ 好菜，说实话，我这波 A 完不用 Q 的，我这波 A 完，我再接着再 A 一下出红 Q， 我能把他打退的。就看以前的素材还是有点那个，好伤啊被打的。看以前的素材还是有点那个，有点刺可以挑，有点细节处理的不够好。因为真的这个游戏大家的水平都在提升，你知道吗？你不进则退的，所以你的对线也跟以前的打法也是会有出入的。不灭跟征服者也不一样，不灭比征服者还要弱，不灭就是消耗的戳的，你打1级的时候它比征服者还要弱。你知道强弱就行了呀，他比征服者要弱，所以你1级该打的更主动。你本来他征服者的你都不怕，你还怕他个不灭的？如果柚子哥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破败？是可以考虑破败，但是剑姬不行。你一个破败鳄鱼面对剑姬，你不好出技能，因为你的破败鳄鱼的伤害来源在 W 跟平 A， 但是剑姬的跟你鳄鱼 all in 之前的消耗手法是 Q 一下就跑 ，Q 一下就不跑。这个时候你无论交 W 还是不交，你都是吃亏的。你交 W， 你满血又缩不掉它，知道吧？这种时候大家都发育都挺正常的情况下，他吃你个 W， 他硬吃了，你后续他留个 W 在手上，你没有伤害，让他致死，所以他就敢 all in 你。你如果不交 W， 你一个破败鳄鱼，他戳上来，你怎么跟他换血？你交 A 吗？你交 Q 吗？你怒气怎么用？你怎么用都不对。所以我打剑姬是一定不出破败的。这把打剑魔，我上把对线剑魔你应该看了哈，我在看你的。点燃这东西你喜欢带的话也可以带，点燃也谈不上对错。我去拿点水喝。鳄鱼基本上崩的环节都是出现在1级。鳄鱼这个英雄面对强势英雄的时候，先过渡1级打好了才有接着对线的资格。如果对手玩的不好，1级你直接拿到优势了，那对线会更舒服，知道吧？所以你鳄鱼的1级要处理好。打那些英雄1级烂了就烂了，真的就烂了。
符文没什么问题，复数之风估价也无所谓的。哎，别进去，对，没必要跟剑魔抢草丛，这两个英雄抢草丛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一起说一下剑魔强用的手法吧，有的是等你贴脸，等你先走上来 AQ， 等他自己掉了血，然后再戳一个重刀，然后再去 Q 一下，这种时候他只会中一个 Q 一个重刀，然后 Q2 是打不到的。然后有的是起手先 Q 的那种，你就不要再去吃他的二段了，就等他一套技能打完再说，反正你都是可以主动上去 AQ 的。但是你就比如说你现在想主动上去 AQ， 你看他先出了 Q， 这个二段你就不要吃了。他如果不出 Q， 你就走上去打个 AQ， 然后他也是一个被动加一段 Q， 二段一般中不了。你不要管他，你去 A 兵，你去抢兵的身位，这个眼也不用给的，他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剑魔跟鳄鱼一级强度基本上一样，这两个英雄主动一点。每一个 Q 刷新的时候都主动去找他换血，看他怎么说。你看你Q 一直捏在手上，但你又不敢换，鳄鱼很难跟剑魔换到血的。而且剑魔怕的是什么？剑魔最怕被鳄鱼换到血，因为满血鳄鱼打满血剑魔基本上没得打，但是半血鳄鱼打剑魔都是先手剑魔直接被秒的，知道吧？所以你得想办法跟他换血，换亏了都没事。但是要换，每一下平 A 就是你保证一个什么状态，只要保证他杀不了你的状态之下，你就无脑装就行了。你不失误，他不可能杀你。这两个英雄数值就摆在那里，无论他有没有技能，像你现在这个状态，他就算一套 QA 都在手里，你走上去换你的，知道吧？吃不了亏。你这个换血效率太低了呀！人家一瓶药还在，我上把剑魔你看了没有？我是怎么换的？我根本不怕他打我，因为你打我，我也要打你，对不对？思路在这里就是他只要跟我换血，对我来说就是好的。因为双方都是满血的情况下，这 all in 根本没得打。你这个抢个3直接杀了嘛？满血剑魔砍了个3级 EQ AE， 躲个 Q3 红 W A 闪现 A， 第一波拿下。推兵线，看对面阵容上中也偏 AD 的，打剑魔优势情况下不用考虑重伤。劣势一点考虑重伤，知道吧？劣势一点考虑重伤，不被1v2，其实军事都不是很有必要买。这波回家应该是875左右的经济，常见红水晶也可以，这纯多出来的装备买什么都没错。鳄鱼离怒这套血，说实话不是很好换的。可以一上去 Q 一下，然后一回来看他怎么说。满血如果打起来，鳄鱼一定是打反手，知道吧？一定是打反手。你不能一套技能把自己所有技能全部打空，你一定要留技能，要么留 W， 要么留 E。这队形应该不出问题了。你这个怒气是不是浪费了？像这种满血，你得想办法把血量往下掉。鳄鱼没有什么无伤消耗剑魔的手法，只能说换血摁换。像有怒的情况下，上去硬咬一个 W， 在装备优势情况下，因为你按我说的做，装备基本上都是优势。在优势装备情况下，一上去咬个红的 W， 然后一回来你也会被反打，但是双方血线都在往下压着，到你鳄鱼斩杀线就比剑魔高。你那么好的装备，为什么就感觉玩的好被动呀 ？IQ， 这等于是满血 all in， 你看技能全空。A 兵啊，斩怒啊！你没怒气的鳄鱼对个屁的线！斩怒啊哥！一上去白 Q 红 W， 对，很好。但你别跟人家说呀，
你一个人先死，这波是消耗，你这波我跟你说，你这波消耗打得完美，但这不是 all in， 你知道吗？你这打完，你不能给人家反打的呀。如果是以消耗的形式，你这波消耗的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这里咬完红豆 W 之后，你还有撤退的资本，你这个时候往回移一下，剑魔打不到你，这波耗血就非常成功。等下一波啊，剑魔就不行了。但是你就是没认清这波是干嘛，你想 all in， 那就是等于是 all in 的话，谁先手谁吃亏，知道吧？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先手反手的问题哈。你打完这一套你不跑，你就等于是打 all in 嘛，打 all in 谁先手谁吃亏。你这是一波消耗，你就是没认清，他伤害够你斩杀线吗？不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消耗，把他耗到斩杀线再去拿下他。而且经历了上波之后，你的经验应该是高他一点点的，你不用急。既然是他，你一装备比他好，2等级比他高，这波线你一定是先6的，很急。点燃鳄鱼被杀了一次，我觉得确实不好打。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重伤要买了，你要把死刑买了，布甲鞋也得买，都要考虑买。你这波掉经验掉得挺伤的，我看一下吧。铁丝边配合这个火，还有一个回合，这个回合还有机会，因为这波有火，然后剑魔没出肉，你2把长剑的伤害一套，能收掉他，能秒掉他。慢一点，这个先慢一点，不推是对的，看这个剑魔怎么说。1红 Q 起手，2段 E 追过去，来1红 Q 空了，2段 E 清完去逛逛吧，就有多少钱，其实有个什么400都可以买装备了。老子要越他，这么交技能越他，动手，这波不越没机会的呀。这波他巨能教的莫名其妙呀，跟我上把对线那个剑魔一样，我还不是莫名其妙说动手就给他给越了。技能的话，我这波不一定上得掉，但是我一定会尝试。我感觉剑魔技能教的很空啊 ，Q1 骨甲也被破了 ，Q2 你知道剑魔的技能 CD 吗？在 CD 起来以前，他的 E。你鳄鱼觉得自己 E CD 长，你觉得剑魔是个短 E， 但事实上剑魔的 E 也不短，剑魔的 E 也有9秒钟时间 CD。你站在剑魔第一视角看一下，你鳄鱼越他这波操作空间很小的，他大灭开了，他没有 E， 他距离拖不开，他得吃满你伤害的，他只有一个 W， 你跟着小兵进塔，他的 W 不好操作，你一套伤害灌完差不多没了，你看他装备嘛。你看他左下角，他这个 E 的条子，你这波动手，说实话，他只能站着白白让你打，看看你伤害够不够。他没有别的，这么多血一定要试一下的呀，换了也是赚的呀。没有血性，加上前面打的劣势，加上你还要掉怒气，加上你现在还不知道打野位置。不好搞，鳄鱼这支英雄对线不能让对面有那种中等偏上的发育的。我再看一条命吧，你前面打的那么主动，为什么这波又怕了呢？吃了个 Q2， 开大。直接开大弄他一套，真的这种情况直接开大弄他一套，无论打出什么结果，直接开大，把鳄鱼大招可以当消耗用，知道吧？你这波一跑的话，你太难受了呀！这段时间你太难受了，你这波开大，我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反正吃不了亏，知道吧？哪怕是白开一个大，你吃波兵也是爽的。这很难受呀，这技能都没好，你这个血线你又没踢又没回复，你摸不到比你这个对线怒气用的太少了，你基本上就没怒，有的怒气你全都在这里，你全都被你浪费掉了，你技能都空了。那讲道理还是一个消耗跟 all in 的问题。all in 的话，谁你如果真的这两英雄谁先手谁吃亏了。
其实还是那波的问题，还是这波的问题，这波太伤了。伤完之后，这波有个点燃的机会，你又没抓住，就没了，就确实很难打。到后面要我来打，我也是想办法过日子，知道吧？就让日子能过下去，不被他滚雪球，仅此而已。你要我再去暴杀也杀不了了。你看看我打剑魔的录像吧，刚才那把剑魔你应该也看见了吧？这把就不多那个。鳄鱼这英雄说实话逆风没什么好讲，崩了就崩了，单线打不过只能混不了只能输。你这波死完你就得有觉悟，来我给你接着往下讲，你第二波死完你就得有觉悟，你这把已经废了，你就得想办法养队友，你把线给打野吃那是你的荣幸，为什么？你能为团队做点事情，我巴不得他来吃我线，我已经没救了，知道吧？我已经没救了，这种局你就买一点轻线装备，就跟着混就行了，你不要想 C， 但是混也有章法，也有讲究。战斧要出的啊，这种崩了局别买破剑者，破剑者清不了线，就不要打了，不要换血了，在塔底下吃线，然后趁他在搞的时候，对你比他先到，搞点参团率，你打不过他就躲着他，就交闪现去中路帮一下队友，咬一个人什么的。这种要打架的先锋都不建议你去打，因为这种一定会打起来呀，你中单都不在。你就心里有数吗？你去这个先锋的时候心里有数吗？来，我给你接着把烂掉的局往下讲。你看这波肯定是不该打呀，这个先锋怎么敢动啊？顶多是对面动的时候你过去那个一下呀。你这纯属心态崩了，被剑圣吃一波线，你觉得自己没有人权，没有受到公平待遇，但他帮不了你，他真的帮不了你了。你这把就该有觉悟。你死完先锋这波现在是7-9，你们家的阵容跟对面阵容，说实话都不好。都不好，你们家有个剑圣，但这剑魔已经是要当爹的节奏了，守镀层嘛，你这波死完镀层也守不了。本来你上波出来的任务就是让14分钟以前塔尽量少掉，他想吃镀层，你不让他吃镀层，然后你这已经纯摆了，那就不看了吧。你这已经在线上交闪现了，我就算了。但此时此刻，我告诉你，这游戏给我游戏还没结束，我只是 C 不了。但我这种时候上单应该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是拉对面上单自爆，最大程度的让对面上单也参不了团。为什么？因为现在4v4还没有受剑魔跟鳄鱼的影响，对不对？看一下队友总人头比，队友4v4还能进行下去。这个时候剑魔杀你，包括吃镀层都改变，一时半会儿都改变不了正面战场的格局。你如果能在上路守到镀层的情况下去帮正面做点事情，你的队友4v4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知道吧？这是一条线。还有赖在线上，通过手法上的优势把剑魔打急眼，让他着急，这也是一条线。你还有事情可做的呀。我的意思是 C 不了了，不是玩不了了。你看你这把下路应该是优势的，一塔已经推了，下路一塔12分钟已经拔了。你这个镀层掉是因为你那波先锋跟剑魔去跟剑圣去搞，你这个时候在塔下以轻线为主，甚至你这个小反甲都可以不买，你买点攻击力，直接 EQ 把 B 线清了，然后塔下挂着，亮亮图标亮亮表情跳舞，它不香吗？你只要队友比对面强，你随便赢的呀。你看你如果攻击力高一点，你把这个线一清，2转1往塔下一挂，他怎么杀你啊？你这已经纯摆了，你线都没清，你直接去咬人，把技能全部用完，他杀你不就那个了吗？现在10-10游戏还没结束，我说玩不了，114是 C 不了。你看你一直把他送上去，那等他这么2件无敌的时候，等他参团的时候，你队友挡不挡得住？他肯定挡不住呀。你看正面4v4的剧情嘛，你看嘛，这种正面4v4他崩不到哪里去的，只要你拖着剑魔不让他参团，不让他干事情，你队友可以正常玩的呀。你还有个6-2的无敌剑圣，开剑魔不是2刀？你看队友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你这把赢了没有啊？这把输了不就是纯是你摆输的吗？我再给你找思路，这种局怎么混？一塔已经掉了，我觉得没了，一塔已经掉了，结束对前期了，剑魔开始干事情就已经没了。你还可以赖在线上的呀，鳄鱼能混的这英雄，你出点轻线装备，塔下把兵线一清，就塔下挂着嘛，就看队友嘛，多看小地图，多收集信息，打人数差。正面的话有人来帮你。你看这把还不是很好帮，有人来帮你，你就勾引一下，把剑魔技能先骗出来。剑魔一套技能打完之后，剑圣给他砍了，这死一次你自己就起来了呀，你自己等级就起来了呀。
对啊，你此时此刻你队友4分战场，局势很好很好，往前带往前带，然后盯着小地图，我不要看上帝视角，盯着小地图。这种线你要算时间，算什么时间呢？算建模的回程时间。这波线可以交技能清，这波线你要清，你得清楚的知道你在干嘛，你在贪。因为这线不进去你会难受，所以你推这个线。但是你推这个线，建模如果是来的话，是有时间找到你的。所以你有移速没有？你没有移速可能跑不了。你现在是移速线，你这波线你要清的话，就得做好死的准备。你清这波线交易就得做好死的准备，甚至你现在留意都有可能走不掉，留意都有可能走不掉。你 A 塔就不现实了，知道吗 ？A 塔就不现实了，吃完兵就跑你的。你的逃跑功力也不行啊，你不可能 A 塔的，因为你吃了这波兵，建模还没露头，这已经是奢侈了。你吃完这波兵直接往下走，建模还没那么好杀你。你这波那跟他搞一波，如果没死的话还挺赚。死了不谈，弹幕积一点口德，你平常骂我也就算了，那人家开粉钻是老板，人家来消费的，积一点口德，别放心上。他们我也被他们骂，我的鳄鱼他们都觉得差点意思，你跟别谈你们了。首先以前我教你打狗熊的东西，你肯定是懂了的，但是还是差点意思，意思差在哪里？首先我现在打狗熊我不用火了，我现在打狗熊我换屏障了，我不带火了。首先我把技能从点燃换成火了，然后1级还是一样的，狗熊 Q1 的话是抢不过鳄鱼线的，你碰到的应该是主流的打法还是学 W？ 先看一下狗熊是不是学的 W？ 学的 W 我们在后面讲，学 W 是主流打法，应该是学 W 的。他如果不学的话 ，W 就不用讲了。那种情况，首先你1局要去抢身位，你不要让他站在这个身位，然后跟他我的感悟是什么？我首先把我的感悟提出来，就是你鳄鱼卡着距离去打边缘 Q 的时候，狗熊要么打白，要么只打一个 W， 要么只打一发 A， 他打不出 AW 的，知道吗？你去在边缘去嫖他 Q 的时候，他那样的换血他会很亏，说实话他会很亏。像1级他又没有不灭的情况，你直接去 Q 他一下，甚至狗熊会被你白打，他碰都碰不到你。多来几次，因为你鳄鱼 Q 8秒一个，多来几次，其实狗熊就顶不住了。他如果 A 到兵之后，可能还稍微就是有不灭的话，可能会换个平手，还稍微难受一点。上线我觉得上线位置差了一点，我感觉上线可以往前走一点的。你看你没 A 到兵。不要打 AQ， 打狗熊不要打 AQ， 就嫖单体 Q， 你这 AQ 其实还打转了，为什么打转了？我看一下这狗熊是怎么起手的。你这个 AQ 不该转你啊，你的 AQ 狗这个转了，我觉得应该是总结是狗熊细节不好，或者说你卡在他平 A 间隔的时候，他单体 W， 你这波打个 AQ 还挺赚的 A 兵。我看你这把吃亏是在哪？这第2个 W 可以给，你知道为什么可以给吗？狗熊的 W 强化伤害，其实1级强化不了多少伤害，它这个 W 回不上多少血，知道吗？它是回复已损失生命值的。你这个 W 你不给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想办法去打狗熊的血线，满血。鳄鱼没有那种无伤消耗狗熊的连招，一会儿等3级技能全的时候再讲吧。1级这是属于铺垫阶段，你不换，其实也没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3级以前我能占便宜，这种2段伤害，我觉得换起来自己就太伤了。你自己可以保持一个安全血线的，你去打这种情况，你去打单体 Q， 一会儿我陪你用鳄鱼狗熊练，其实你应该就有数了。就是说你排位碰到的狗熊是怎么打你的，你就用那个打法来打我。你这还是 AQ， 这是我以前的老思路。我用这个也吃亏，因为我自己的血线也保不住。你直接去打单体 Q， 你会发现你的血线很安全，然后狗熊的血慢慢的就掉下来了。这个你要记住，去打单体 Q。然后屏障整体会比这个好用的，屏障整体会比点燃好用的。打他真的，你会耗血之后不缺伤害，你就是怕被他缩。包括6级的狗熊大招的机制，整体来点燃都不如屏障。
然后2级 W 的狗熊2级你得看他学你这个兵线处理的不好，你这个首先你兵线处理的不好，然后2级的狗熊1级学了 W， 因为我们狗熊鳄鱼主流是学 W 嘛，1级学 W 的狗熊其实他2级他不好学技能的，他无论是学 E 他学 Q 连招其实都不厉害，他学 E 的话一般学 E 的话还是挺明显的，你就是说你给他距离嘛，我觉得我不用多讲，你应该有能力判断他学 Q 还是学 E， 反正就是学 Q 的狗熊，你2级鳄鱼跟他打其实是不太吃亏的，真的不太吃亏的。你2级鳄鱼可以学 QW， 跟他打是不太吃亏的。E 的话，我感觉2级狗熊1学 W， 2级都是学 Q， 学 E 的话我很少碰见，感觉学 E 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反正我在游戏里我是能判断狗熊学什么技能，我真的能判断，就是你尝试给他距离嘛，去拉扯。打狗熊拉扯真的很有用，去拉那个单体 Q， 去拉那个边缘 Q 很有意义。我那天跟狗熊 solo 了2个小时，2个小时夸张了，1个多小时吧。我跟狗熊 solo 了1个多小时，那天你肯定没在。我也是觉得我吃狗熊有点吃不稳，这个铺垫工作也不能说做的差，只是说没占到便宜。我带屏障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跟狗熊玩消耗的，对不对？我只要不被他缩就行了，我是跟他玩消耗的。这种 Q 好了就走上去跟他直接刮边缘 Q， 知道吧？他这种没不灭的情况下，他跟你换 W， 他亏死了，他超级巴亏。他就算有不灭，他换你红 Q， 我觉得他也小亏。去打单体 Q， 在技能全之前打单体 Q。3级这个血线，我感觉你这个怒气用完之后，它还要满血，我感觉这个线就不好对了，真的这个线就不好对了。你这个血线还得往下压一压，我觉得你现在不能是复盘，你这个满血缩不过的呀。血线太满了，铺垫工作做的太差了。你找个号吧，我玩鳄鱼，你狗熊，我陪你练练。你们看着，我让他感受一下。说实话，你们如果要玩鳄鱼的话，狗熊是一定要上的一节课，打不过的，这英雄打不过的。我在有那个感悟之前，说实话，已经练了不少了，已经也花了不少功夫了，但就是打不过，很烦，真的很烦。还有一点，我一会儿再跟他讲，刚才忘讲了，一会儿跟他讲，很有用，还有很有用的一点。我可能赢他会用我刚才没讲的东西，我刚才忘记讲了，一会儿再讲。你现在抢不过的，随便他吧。但是抢到这个身位对狗熊有好处的，他不抢我压力只会更小。哎呦，我这把好伤啊！这把没打好，可以多打几把来，要打得不好。看一下，我先开个训练模式，把思路讲给你，然后会出现的情况，说实话，大概率就是2种情况，一种是抢线抢赢了，一种是抢线抢输了，但是赚血线，2种方法都能往下打。抢线抢赢了，你应该会打，这种比较简单。抢线抢输了，开始跟他嫖单体 Q， 我上把已经空了个单体 Q， 但我跟他玩一点点到2级，我立马就翻身做主人，就是说主动权在我身上，他只能就是说叠不了被动，就往后靠。给你说一下思路，你碰到的那种多兰剑的狗熊好打的要死，真的好打的要死。像这种主要是会碰到很多那种玩的也不是很好，就仗着英雄数值跟他出多兰剑的，
一学个 W 梗的恶心人的，这种狗熊就挺好吃的，专吃那种，而且碰到高手也能往下打的。多兰剑上线根本不怕他，任性想点不点也行，我吃不了他技能的，我不会吃他 E 的。那大概讲一下思路，为什么不能让狗熊站这里呢？首先，怎么不让他站这里，或者说他站这里怎么不吃亏？前面已经演示了，你实在要战死这个草丛，我就把眼点了。然后嫖单体 Q 你也看见了，你直接上 A 或者说直接上 W， 你都是不占便宜的，所以一级把他赶出草，或者说插个眼，这样都很容易做到。然后就是上线的问题了，你抢线抢不过狗熊，为什么？因为你鳄鱼 Q 8秒，狗熊的 W 5秒，他掉了个 W 好的时候，你 Q 要没好，所以你怕他，所以你 A 不了兵，所以你那个。但是我要你怎么做呢？就是说，小兵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急着交 Q， 知道吗？因为第一时间你们俩相见面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 Q 基本上只能 Q 到人 ，Q 不到兵。你晚一点交 Q， 你就跟他 A， 知道吗？短时间内就在 A 1下到2下之后，他没法打出第二个 W， 这个时候他 W 虽然比你快，但他没法打出第二个 W， 这个时候你再去交个 Q 收尾。比如说这个时候狗熊已经跟你接触了，你就跟他 A， 知道吧 ？A 个1下2下，然后起步得 Q 到一个狗熊加3个前排兵，这样的你的怒气会很高，知道吧？而且就换血层面来说，狗熊一个 W， 你鳄鱼一个 Q， 你换血不会亏的，知道吧？然后后续就看线是抢还是不抢。我如果不抢线，那我一定要赚血线，我会一定是会赚血线的。然后3级之后，我没有木桩，训练模式卡住了。大概就是短线你就可以打红路 W 消耗。不，3级之后你要摸，我说的东西有点复杂，有点绕，但是你想吃透这个英雄，你真的都得知道，你得摸狗熊起手的习惯，就跟武器开 E 不开 E 是一样的，对不对？武器捏 E 的你就可以直接咬 W， 武器直接开 E 的你咬 W 就会亏。狗熊也是同理，你得摸这个狗熊，你去咬它的时候，它是玩 EQ 就先放个 E， 然后 Q 把你拍住，等 E 爆，这就叫连招。它是你跟它接触的时候，它是玩连招还是跟你上 W？ 它如果是上 W 的，你跟它咬 W。咬一套就跑，你就赚。他如果是玩连招的，就 E 放个 E 在原地，然后把你 Q 晕一下，等那个 E 爆的，你交 W 的就会亏。所以你得摸习惯，你 W 不能乱交，就跟打武器一样。他那种玩连招的，你就走上去。我没有木桩很烦呀。首先肯定是有怒，首先肯定是想办法耗出怒。我一般 solo 那个一两级就基本上出生负了，但我说的是高手的情况。就是一两级就是没有打出人头的，他喜欢玩 W 的，你知道吧？你这样无论是贴脸走上去 W， 还是说上去 W 咬一口，在短线咬一口就跑，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为什么要短线？因为线长的话，他可以交 E 封你走位，然后用 Q 追你反打一套，这样你也会亏。所以还是得在短线打，跟武器大师是一个道理嘛。你武器咬了武器一口，他还不是要反手缩你一套的。所以找短线找这种咬 W 的机会。如果他是个喜欢玩连招的，你就走上去 AQ 起手吃他连招，然后再接着去放技能，这就跟我以前教你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看了一下你刚才那波死法，应该用的就是那个思路一样照用。东西就这么多，我交代清楚之后，我现在打一个狗熊结合歌打给你看。如果狗熊一级学 E 往6个兵堆里砸呢，我去找一下狗熊的录像。来，这是个学 E 的。他还有一个红水晶出门，多兰剑加红水晶，你看一下学 E 的。我这骑着他脸玩，我不怕你啊！你学 E 我不怕你，我根本不拉扯呀！我骑着你脸玩，你交 E 我就跑，你蹲一下我就打你，你又没后手，他纯多我一个红水晶，你看我一级怎么掐他的。你学 W 你才跟我抢线才跟我搞的呀，我才需要退着跟你打的呀。你学 E 我怕你个嘚儿。什么叫数值？你学 W 才有数值。好了，不说了。
少丁哥再就说句话，刚才的东西铺垫已经铺垫好了，你就看我打一把吧。我要是被打烂了，一定是他总结出来的新的东西呀。那我也得继续总结呀，这东西是这样的呀。我就是要给开粉钻的兄弟提供一个打狗熊可以有大概率占优势的一个思路。你打不过狗熊，我给你一个思路，对不对？那具体兑现赢游戏打排位还是看别的东西的呀。但他别的东西都有，知道吧？他就是单英雄打这个英雄总吃亏，我给你提供思路嘛。刚东西前面教了我，你先看我往下打吧。他跟我打了很多把了，最后出剑他吃亏，他就要出盾来抢线。抢波就给他嘛。看见没有？我先 A 2下，而且那2下平 A 也会加我征服者红 Q 的伤害。再放一个 Q， 大家都是一个 Q， 那鳄鱼就不吃亏了，知道吧？这个闪现都没必要教的，就这样就够了。好吧，我打排位去了。就是你一级你要晚 Q 到更多的兵，这样你才有怒气。晚到什么程度呢？但不能太晚，太晚狗熊打2个 W 了，对不对？你8秒的 Q 的技能打5秒机制的打5秒的技能就该这么打。他直接 W 起手，他是不灭的嘛？他 W 早晚其实都差不多。我是征服者的，我 A 2下之后，那个4层征服者能强化我 Q 的伤害，而且我可以 Q 到更多小兵。一方面是推线，一方面是闪怒，一方面强化伤害。完事了，我打排位去了。